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北约驻日本办事处有可能进一步纠缠与中国的关系。南华早报，据报道，日本目前正在与北约就开设该组织在亚洲的第一个联络处进行谈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将把此举解释为对台湾统一的挑战。许多人认为，北约办事处的开设将作为对中国在台湾军事野心的警告，并将被视为日本及其盟国限制中国军事影响力的举动。此外，有报道称，该计划可能会给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关系带来压力。5月15日起，内地旅游团将在香港口岸获得更快的通关。南华早报，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淘宝的数据，访问香港的中国旅行团专注于景点，不收取任何费用和便宜的餐点，绝大多数此类旅行团的费用仅为500元人民币（72美元）或更低。香港的景点主要包括不收取入场费的景点，例如尖沙咀的星光大道、黄大仙的黄大仙庙、西九文化公园和金紫荆广场。尽管如此，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表示，政府希望将这座城市发展成为亚洲文化之都。除山顶缆车外，团体在每个地点的停留时间通常不超过30分钟，而午餐费用为60元人民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从5月15日起，内地旅游团将在口岸获得更快的通关，并可以在该国任何出入境点申请香港和澳门签注。一些业内人士表示，预算旅游正在吸引年长的中国游客的兴趣，但年轻的中国游客更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制定自己的行程。香港旅游业尚未达到 COVID-19 之前的业务水准，但自2月边境重新开放以来已反弹。中国外长江访问澳大利亚。路透社，据接近中国政府和一位澳大利亚学者的消息人士称，随着2个贸易伙伴之间的外交关系趋于稳定，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玉即将于2023年7月访问澳大利亚。2020年，中国回应澳大利亚呼吁对 COVID-19 大流行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对10几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进行了限制，外交交流冻结。澳大利亚今年大选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佩妮于2022年12月访问北京。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向商品贸易额为2870亿澳元，1950亿美元。刘特佐躲在中国吗？这取决于你问谁。南华早报，对马来西亚金融家刘特佐 Joe Low 的猜测再次燃起。刘特佐被指控在该国正在进行的 EMDB 腐败传奇中发挥关键作用。最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卜拉欣 Anwar Ibrahim 表示，他的政府正在与许多国家合作，推动将刘特佐引渡到马来西亚。在发表声明后，记者汤姆·赖特 Tom Wright 在 Twitter 上辩称，未具名的国家包括中国。赖特声称，根据消息来源，刘特佐躲藏在中国，中国政府一再否认这一指控。赖特和布兰德利·霍普是一本名为《10亿美元鲸鱼》的书的作者。中国加强对房地产经纪人的控制，因为自居房屋显示出复苏迹象。南华早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采取措施规范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定价。这些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房地产经纪人对每个服务项目的费用透明，并避免提供套餐或捆绑价格。他们还表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机构不应操纵费用。最后，代理商必须引导买卖双方分担费用，并按照交易金额越高、佣金率越低的原则进行支付。矿产丰富的中非成为中美拉锯战的焦点。南华早报，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齐瑟克迪 Felix Tshisekedi 预计将于9月下旬访问北京，这可能是对中国双边关系的考验，因为要求修改2008年签署的62亿美元的矿产用于基础设施协定。Tshisekedi 希望比他的前任 Joseph Kabila 拥有更大的份额。
尽管中国15年来一直是刚果金的主要矿业合作伙伴，但刚果金谴责了该交易的不平衡，这使得中国公司能够赚取高达100亿美元的收入，而金沙萨的基础设施价值为8.22亿美元。目前，刚果金超过80%的钴矿归中国企业所有。然而，非洲大湖地区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新舞台，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案导致美国努力追赶。小组听说，美国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惩罚破坏自由的香港领导人。南华早报，根据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应对香港法治的侵蚀，包括制裁法官和检察官。证人陈述还包括呼吁关闭美国境内的3个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被香港司法制度的表象所欺骗。截至今年4月，香港有超过1400名政治犯被关押，其中1300人因与抗议有关的指控而被监禁。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欧盟和印太政策谈判，但它将笼罩住他们。南华早报，来自印太和欧洲各地的60位部长将于本周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讨论与南海安全和台湾有关的问题，但其2个最大的参与者中国大陆和台湾将不会出席。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尽管中国是一个主导者，但从未使用印太概念框架与任何伙伴接触。中国和台湾代表的缺席符合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报告：2023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创历史新高。南华早报，根据 Carbon Break 和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3年再次达到峰值，距离目前的历史高点仅2年。最近的经济增长、刺激措施和疲软的水电市场推动了第一季度的早期指标。相比之下，由于低碳供应的增加和电力需求增长放缓，该国的年煤电产量可能会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未来今年对煤炭的需求可能会下降。中国的铜矿困境挫伤了亚洲贸易商的士气。彭博社，铜市场本周在香港举行，这是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首次亚洲聚会。据说该行业今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的需求感到失望，尽管政府承诺提高经济增长，并且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不要压住铜的前景，因为它太稀缺，对世界能源转型来说太有价值了，不能长期下跌。据财经评论员彭博社 Bloomberg 称，它的反弹只是全球经济脆弱的时机问题。让我们想起母亲的家常菜。加拿大环球邮报，环球邮报采访了读者，了解他们最喜欢的菜肴，让他们想起了母亲或母亲的形象。其中包括 Brian Tran 的 Bom Bao 越南蒸猪肉包， Jan Corona 的 Kakok Mimi 马耳他酿朝鲜蓟， Jasmine Marinegam 的米饭和咖喱，以及 Natasha Akubabeli 的 adobo 片。Tran 注意到他母亲的节俭品质，在擀开包面团时使用谷物包装的塑胶衬里作为不粘层。他定期探望父母，每年和他一起做4次这道菜。其他特色菜肴还包括个人的个人意识，这些意识有助于讲述他们通过食物与母亲或母亲形象的联系的故事。中国的短视频大战升温，腾讯吸引竞争对手的影响者。南华早报，腾讯的短视频应用微视正在向竞争对手平台上的网红提供包括金钱在内的激励措施，以吸引他们的追随者。新兴计划在快手科技和小红书等迷你视频分享平台上寻找至少拥有3万粉丝的网红。如果他们在注册后的前2个月在微视上创作至少20个视频，他们承诺收入分成3倍，流量增加 50%。苹果供应商 Q1 利润暴跌后，富士康股价下跌。路透社，富士康股价下跌超过 2%， 此前未能实现季度利润预测，该供应商将其归咎于其在日本夏普公司 Sharp Corp 股份的大幅减记。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合同电子产品制造商，而夏普的股价下跌了 7%。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6度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4个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请通过6dobrief.com 订阅中国简报，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中国简报。